彭德懷連續7次申請脫離軍職，前6次組織全力挽留，第7次口頭請求未被當場批准，卻在短短10天後敲定調離國防崗位。如果還沒看過完整內容，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找到上集觀看。這集咱們接着往下看。1959年4月，全國人大剛重新任命彭德懷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。僅5個多月後，9月17日，國家主席令免去他國防部長職務。9月26日，軍委通知撤銷他軍委委員身份。8屆八中全會決議寫明，調整他和黃克誠的軍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。核心原因不是批准他多年請辭，而是廬山會議上對他產生了錯誤批判。前6次主動請辭時，中央十分清楚彭德懷的價值。抗美援朝、西北解放2大戰功擺在眼前，全軍現代化改革、邊防、布防、軍工體系建設全由他主導。彼時軍隊建設離不開他的統籌，所以無論他多想轉去農業、農墾崗位，都堅持把他留在核心崗位。而1959年這次調整並非順應他的個人意願，會議形成錯誤定性後才做出調離軍隊的安排，和之前自願讓賢沒有半點關聯。廬山會議結束後，彭德懷仍保留中央委員、政治局委員身份。當年10月，毛主席專門和他談話，同意他前往黨校系統學習，也允許他參與基層生產勞動。直到1965年，中央重新啟用彭德懷，安排他負責西南3線建設。1978年11屆3中全會徹底糾正當年的錯誤結論，為他平反。7次請求卸下兵權，是彭德懷一心想扎根基層的本心。1959年被迫離開軍隊，則是特殊時期的錯誤安排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了，點擊頭像可以觀看更多精彩故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